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反正我们先讲着吧，这个比较简单。今天的话的课件拿到手了吧？拿到手了。好，今天我们的那个作业是我们的第二讲啊，第二讲，我们的一个理性思维和我们的数字化的两线分析模型，那么这个的话还是跟以前一样，把课件打开，然后在听课的时候自己做一下笔记，然后有不懂的问题的话也是可以随时记录着，可以当场问，也可以当场问的话一定是问跟这个课相关的问题，然后如果私下问的话可以问一些别的，哪怕是最近的话实战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你们的组长或者是导师啊，都是可以的。好，第一部分，那么我们上次的时候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那个整个的一个体系。我们的第一个单兵战略准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流氓性和综合价值评估。那么这个时候只是我们在跟目标的初步互动的时候，那么其实在人与人沟通的那个时候吧，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是吧，我们的感官系统它会从各个方位去分析一个人他是如何的，也就是说我们跟人说话跟人聊天，我们会不自觉的判断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子一个人，这是我们的一个本能。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的一个三大标尺，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他们的一些知名 PUA， 他们到了后期虽然是前期是以技术流去实施，到了后期以后他们会有这样子一个社交直觉。那么到那个时候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会那样子，知道吗？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会让别人对他感兴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能把别人搞定，但是他就是可以这样做到。那么这是因为他在长期的这样子一个实践的过程中，然后一些无意识的一些行为导致的原因。那么我们的作者是说，我们把这些无意识的行为把它意识化，把它量化，所以这就构成了我们的浪女信号和我们的兴趣指标。这是我们的今天课程。浪女信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跟目标开始互动的时候，那么第一步的话也是跟目标分类，把女人根据开放度分成4个等级 A、B、C、D。 那么 A 和 B 的话是归于一类的 C 和 D 归于一类。那么从 C 到 B 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从一个被动型变到寂寞女人很容易，但是从寂寞女人变成被动型是很难的。它是一个被动型的它是一个不可逆的。那么针对 A 级和 B 级的时候，我们就根本不用像 M3 那样什么舒适感什么完全不用，只要你价值够高 TD 的话是非常容易的。但这个时候 TD 已经是很没有意思的事情了，我们需要做的话是一个在感情上在情绪上去操作它。好，先把这个指标打开。那么我们第一条指标，第一条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指标，知道吗？女性社交认可低。好，那谁？这样吧，好，雪儿吧，你做笔记吧，你把那个字调大一点，好吧？行，微信人物做也可以，把字调大一点，让大家都看到了。第一条，女性社交认可低。那么这一条为什么要列在第一条？为什么说这个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信号呢？那么因为跟你们说我们男人看女人知道吧，它会存在一个影响。因为我们看到的话，毕竟说在我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是全方位接触，我们不知道比如说他自己在人前是一样，对不对？那么人后的话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无法知道的。但是女人知道吧？女人，她们知道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光鲜，可能屋子里面非常邋遢，非常脏，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也是碰过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外表看起来非常干净是吧？结果也是就是比较邋遢，比较懒那样子，非常不喜欢。所以说他们这样子一个角色呢，他们这样的一种行为，在女性社交圈里面的话，他们是很容易被边缘化的，知道吧？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在这样子一个女性社交圈里面的话，他们很容易被人排斥。
所以他们的朋友不会是很多。那么就算是朋友的话，很多的话是那种貌合神离的，或者说所谓的一些闺蜜啊，是不是？那么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就当面特别好，然后背地下会说一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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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然后或者说会找人讨论这个女生做什么什么事情，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我个人还是非常排斥这种行为的，我个人非常排斥这种行为的，很那个。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女性是要认可第一，这个东西一旦是被我们的发现了，或者说一旦呢，他的在我们社交圈里面认识了以后，你发现男性可能对他还很有意思，是吧？但是女性对他就特别讨厌和厌恶，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那么这个1和2结合起来，也就是男性社交认可高，而且经常是男性社交的核心，知道吗？经常是男性社交的核心。那么他们啊是这样子的，其实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下呢，当这样子一个浪女，她一出场，她经常是众星捧月，知道吗？她经常是众星捧月，因为她会有很多挫男，就是簇拥着她。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得不到的东西的话，会相对来说会更珍惜一些，会更喜欢一些。那么其实对于挫男这个的话，他也是会有这个心态。当他得不到这个东西以后，他反而会各种逆向合理化，然后是会做一些所谓的一些比较挫的事情，是吧？那么，这个里面的话也是会涉及到一些微表情，也是一些肢体语言的应用。那么给大家举个例子，在我们的这样子一个冷读中，在我们的微表情冷读中，有这样子一个说法，也就是你越离大脑越远的地方，它给出来的信息就越明确。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看人家的表情，是吧？现在不是都说喜怒不形于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人的表情，可能不知道他表达什么东西，可能是不悲不喜的那样子。但是，有一次啊，我碰到这样子一个情况，我当时是我在外面走，知道吧？然后是一群人。大概有7、8个男人吧，然后还有一个女人，他们的话就是围在一圈，估计是商量一下去哪个地方。那么这些男的呢，他们是站的也是3、5成群，知道吧？但是没有一个男的就是主动靠近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话也是离那个男的有个4、5米吧，这个距离吧。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知道吗？就是这些男人啊，他们的身体全部是侧对着那个女的，但是他们的脚尖，那7个男的，他们的脚尖全部是朝着那个女的，知道吗？因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生理反应呢？它是反映了我们这样子一个生理反应，同样是我们的心理反应。就是说，如果出事了以后，你根本就不需要转身，你直接脚可以往那边踏出去，知道吧？所以说，你看一个人，他心里想什么东西，你不要看他身体的朝向，也不要看他的眼睛，看他脚尖，他会下意识的朝这个地方去走，知道吗？就像所以说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会脚的话，一个会最基本的会反映我们的一个方向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在一个社交圈里面，假如说那么很多男人他开始簇拥这个女人，那么这个时候当这么多人呢开始捧她，那么这个女人她会一个自信心，她会相对膨胀，那么这个时候她就是这里面的一个社交核心，那么这个时候她就很容易在这个社交圈里面变成一个浪女，所以说浪女不浪女的话，它是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可能这个圈子里面，那么所有人都以她为中心，那么她在那里面就是都是一个绝对的浪女，一个绝对是浪女 S 级浪女，是吧？她可能她到了另外一个社交圈，结果没人鸟她，会变成一个 B 女，一个寂寞女，对不对？但是不管是 A 女还是 B 女，她都是会有这样子一些信号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相信她说的话，而是你要去看她做的事情。好，第三个，也就是双腿的站姿或坐姿，它的不自觉分开。这个什么意思啊？知道吗？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特别是我们指的是一个
站姿或坐姿，他的无意识分开双腿，他是说，比如说你刚坐下，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把椅子拉开，刚坐下，他可能会无意识的把腿张开，把腿分开这样子，然后过一会儿他意识到以后会赶紧并拢，然后就是做得很那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当他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刚刚站稳，他是会并起脚，那样是站得比较直，还是说会把脚分开，然后站得比较松松垮垮那样一点？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心理状态，它是两个不同的心理状态。那么其实我们男人反观我们男人啊，那么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以后，当我们坐下来以后，我们会习惯怎么样？我们会习惯把双脚张开，知道吧？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呈现一个攻击状态，而且是会扩大我们的领地。当我们走到这个新地方以后，同时站立不动的时候，我们也会习惯着把双脚张开，因为这个时候同样我们也是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中，我们试图去扩张我们的一个领域，知道吧？这是我们从人类这么一些年，然后这是从进化到现在这么长时间的话，一个慢慢的演化。而女性角色是不一样的，她们是不一样的。从心理反映生理，她们更多的是需要什么？是需要保护自己，知道吗？是需要保护自己。那么这样子一种观念会让他们怎么做？会让他们自己变得更加封闭，会让自己变得比较封闭。那比如说他一些标志性的一些姿势啊，比如说双手是吧？双手环抱在胸前。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女性的一个姿势。那么男人做这个的话就会很傻，而女性做这个的话会给人一种比较柔弱的感觉，知道吧？因为这个时候她是在自己保护自己。同样，女性的话，她们在刚到一个地方，她们站立的时候，通常一个比较矜持的女孩子，她们这个时候同样也是为了出于保护自己，也是会双脚并拢，会比较的封闭，这样子一个站立的方式，一个姿势。同样坐下来也是一样，他们会更加的习惯，比如说腿是交叉着的，或者是说那个是并拢的，而不会很大大咧咧的把腿张得很开，那样子的话给人一种非常开放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对于一个比较矜持的女孩子来说，她们是做不到这一步的，所以这也是 A、B 和 C、D 她们的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这样子一个浪女信号，它是从生理到心理，它会不断的去去加以那个演化。所以一开始的话，浪女信号我不知道最开始是怎么样子的。那么最开始我觉得看版本也是到后来我们也是跟着自己的经验慢慢的修改的，好吧？好，第四条。那么刚才1跟2是结合在一起解读的，现在我们的3、4、5同样是结合在一起解读的，知道吧？那么这个时候看第四条，社交场所会主动的竞挪不同的男性，与此同时很少竞挪女性。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需要竞挪？为什么呢喃里面提过竞挪？而且竞挪似乎是人们表达欲望的这样子一个本能呢？它是有一个原因的，知道吧？它是有原因的。那么是这样一回事，从我们最早的一个祖先开始，从我们最早的祖先开始，当他们还是原始人的时候，知道吧？他们这个时候他没有语言，他也没有这样子一个文字作为一个传达的媒介，他们只能发出一些最简单的声音，用一些最基础的一些方式，然后交流互相的信息。但是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群居动物啊，对不对？它是有雄性和雌性这样子一个分类的。那么怎么去表达自己对雄性或者说对自己异性的这样子一个欲望呢？那就是触摸。你们想一想，在我们互动的时候啊，大家也是会有这样子一个体验的。在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说什么话，一个拥抱可以代替所有，知道吧？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肢体语言永远会大于我们的一个
是一个说话的内容。所以这个时候，当他开始尝试主动进挪不同的男性，也就是说，他向在场的所有男性表达他的一个性意图，表达他的性意图，就是我们的战法里面的一个先拉后推，释放假性 IOI。因为他跟咱们的心态一样，知道吧？他跟咱们一样是一个捕猎心态，知道吗？是一个打猎心态。所以我们反观我们自己的那个行为啊，你们是不是经常在社交场合里面去主动竞夺不同的男人不同的女人，对不对？或者经常竞夺不同的女人嘛，对不对？然后同时你不可能碰男人嘛，是不是？他们也是一样，同性相斥，好吧？同性相斥是这样子，知道吧？他是从一早开始，从咱们还是原始人的时候开始，就会有这样子一个基因作为线索，不断的去让我们在潜意识里面做这么一些事情。好，第五个，表情很丰富，很会微笑，然后同时偶尔会皱眉。那么其实这个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意思，还很会表现自己。他的表情很丰富，很会微笑。那么这个的话，我记得之前大家讲过一个诱惑者微笑啊，那么可能一些老的那个是听过的。那么诱惑者微笑，我们当时是拿了基本上是将近30个浪女的照片，将近30个女不是浪女，就是 A 女、B 女、C 女3种。加起来一共将近30张，然后把它们摆在一起，看他们的微表情，看他们的眼神，看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节，去判断，知道吧？这个是有的。之前是很早之前，大概是两个多月之前吧。然后在群里面那个时候把图全部发出来，然后就是一个一个看，教大家怎么去识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所有的那种女玩家，也就是说咱们不是操控师嘛，对不对？如果操控师的性别换一下，换成女性的话，就是变成女玩家了，知道吧？他们都会有一个相同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他们的眼神就是非常的不简单的感觉。那么我们看那种比较简单的女孩子，那种 C 女啊，是吧？她们笑的是非常干净，比较纯，同时笑的话，就是说会让人看的话很容易看透。但是那种浪女不一样，女玩家不一样，她们的眼神跟她们的那个表情表达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意思。这个在催眠里面的话也会有相关的解释，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在摇头同时说 yes 的时候，你会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知道吗？你们自己想一想，当你看到一个人在摇头同时说 yes， 或者点头同时说 no， 这个时候你是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的。这个时候会造成我们这样子一个感官冲突，同时会让我们感觉到一个氛围紊乱。这就是他们的那个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嘴角在笑，但是眼睛根本就没有笑，知道吗？眼睛根本就没有笑，他这种笑是假笑，很漂亮。为什么漂亮呢？因为我们反观那种 C 女的笑容啊，她们笑得很开，是吧？然后那种笑的纹也出来了，是吧？眼睛那块也是眯起来了，知不知道？这个笑的话，其实这样子的笑，它会比较开，比较像小女孩，但是不好看，不诱惑人，知道吧？那么我们诱惑的话，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它是一种给人一种像蒙着一层纱的感觉，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说宅男喜欢萝莉，但是萝莉这个东西的话，它只是看着会舒服一点，它不好用，懂吧？它不好用，这样是萝莉和熟女，知道吧？萝莉和熟女，那么死教肯定是不喜欢萝莉那一种，知道吗？因为萝莉的话看着似乎很可爱，但是你们想象一下，一个像日本动漫里面眼睛那么大，是吧？还流着水那样子的话，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因为它根本没有那样子一个性诱惑，知道吗？对，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一定是要注意。我们反观等以后看找个机会让谁给你们讲一下那个诱惑者微笑。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当你们理解以后，我们的玩家诱惑者微笑以后，你再去看周围那些人，
就那种所谓的皮笑肉不笑。那么你会很容易发现，有这样子一种特质的人呢，他们很可能跟我们是同类，知道吧？很可能跟我们是同类。你们大可以去实施，直接去开浪子模式，从他们身上多学几招，好吧？就像是你们打一个比较高级的怪，打一个比较高级的怪，然后把他杀了以后就可以拿到很高经验值一样，就是这个道理，就这个道理啊。好，第六条，表现欲很强，会主动带领话题，煽动气氛。那么我们的话，就目前我接触这么多女性是吧？她们的话，毕竟没有像我们一样把模式分得很开，什么浪子模式、帝王模式、诗人模式，她们肯定没有这样子。她们只会有一种模式，大多是说一开始的话，前期给你造成一种诱惑，然后在2回的时候再给你玩个颠覆，说他以前多可怜，多可怜，多可怜。那么这个他们的颠覆版本的话，到我目前听到为止已经是不下10个了。那么基本上每一个讲故事的能力都非常非常高超，讲故事能力都非常非常高超。我可以把他们给我的那个心动故事全部发出来，什么11岁的时候走在那个小胡同里面，然后被一个怪叔叔差点强奸了呀，然后14岁的时候一个人去哪个地方，结果男朋友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要我就跳楼自杀。然后他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他这个意思。当时的话，然后你们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他是这么说，但是，对，就是上一个16岁的那个女孩子都知道的。她说她11岁的时候发生什么什么事情，14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我肯定没有被摧毁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什么我们不要信，我不要信，知道吧？当他在不断的说自己心动故事的时候，也开始计算。好，现在心动指数3点是吧？5点这样子去算，知道吧？好，这样的，给大家发个福利。现在我的话，我是发3张，最那个的是诱惑者微笑吧，发出来诱惑者微笑，刚好这个 YY 上现在可以发图出来了。给大家讲点这个东西。好，这个图大家把它打开，放大一点。那么这个女生啊，这个对，在公屏上。那么这个女性啊，我们可以看到她长得并不好看，对不对？并不好看，可能给你们那个6芒星去评分的话，她分数可能还不到6分，或者说刚刚6分这样的，能看到吗？看到的话打1，我在公屏上发出来了，都能看到啊。我再发一次，可以吗？现在好 ，OK， 发到那个竹子已经发到那个4级特训的总部里面去了，好吧？演讲到总部去了，大家在那个群里面看，我来讲解一下。好，这个女性，大家看一下，她其实就五官来说，并不好看，知道吗？然后这个女的话，当时死者跟我们说，她是至少操控过几十个人的这样子一个女玩家，操控过几十个人，知道吧？一个超搞笑的一个浪女，知道吗？对，飞龙这个有经验的，就是说，你把她的那个嘴巴遮住，看她的眼睛，她是什么表情？这个时候你再把她眼睛遮住，看她的嘴巴，知道吧？这就是他的一个感官冲突，知道吗？他眼睛根本就没有笑，而且眼睛似乎还有一点点凶的感觉，他盯着你一个比较深的地方，但是他嘴巴笑得很可爱，而且很舒服，很自然，知道吧？这就是诱惑者微笑，知道吧？对，你把他嘴巴蒙起来，会发现似乎还有一点可怕，知道吗？还有一点可怕。啊，我再发一个女生。好，这个我还是打在公屏上吧，我还是发在公屏上，因为我 QQ 还没有开，然后大家在那个发一下好吧。好，这个。好，行。那么这个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C 女，知道吧？它是一个 C 女。那么这个的话，它跟刚才那个有什么区别？
首先第一个看眼睛，和他笑到这样子一个开度，因为当我们笑得太开了以后啊，它其实是不好看的，知道吧？它其实不好看的，所以这个的话它是非常容易看出来的，好，我再发出一个比较那个的，好，直接发出来，对，他是看一个笑的那个，好，这个直接看眼睛，因为那个东西很大，好吧，我要这个地方肯定是不方便发出来的，直接看眼睛，看他们这个眼睛，什么感觉？而且感觉还有点凶，对不对？还有点凶是吧？但是他笑的话确实很漂亮，知道吧？他笑的再漂亮，他的眼睛都根本就没有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浪女，好吧？典型的一个浪女。好，现在同样是这一双眼睛，我把它整个人发出来，你们再看他的这个样子，看他笑得多甜啊，对不对？像浪女吗？根本就不像，好吧？是吧？多可爱啊，对不对？懂了吗？什么叫诱惑者微笑？对，好吧，这样可以懂了吧？你把他的嘴巴遮住，看他眼睛是非常的凶，非常恐怖的。然后当你把眼睛遮住以后，看他笑得很甜，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说他的摇头同时说 yes 这个意思，好吧？是的，你只看眼睛的话是根本看不出来的。你只看嘴巴的话，或者说你就这么一眼瞟过去的话，根本看不出来。这个诱惑者微笑的话，我晚点再跟你们讲到底该怎么笑。就是对于我们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诱惑者微笑？怎么样子那个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就是采用这样的一个诱惑者微笑去看。好，西法的这个的话，有一点这个意思啊，有点诱惑者微笑这个意思。但这个女生感觉有一点点畸形啊，有一点点歪的感觉。好，不说这个了。好，继续我们的浪女信号。刚才是第5条嘛，讲了一下诱惑者微笑。第6条，它的表现欲很强，会主动带领话题，煽动气氛。因为我们在一个社交圈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干嘛？我们首先需要使这一个社交圈啊，它的一个气氛给活起来，知道吧？它的气氛活起来，活跃气氛。那么我们男人的话会经常这样做，同时浪女她也会这样子。比如说在 KTV 的时候，他们会主动去点一些比较那个的，比如说一些情歌呀，是吧？然后就是找一些男人对唱啊，是吧？主动把话题、把个气氛给煽动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他会非常享受这种被所有人看着这种感觉，知道吧？那么超级能量这个课也是之后要讲的。我们如何在一个社交场合里面，特别是当有很多男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会有人他会试图跟你抢猫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超级能量把它干掉。那假如说没有人的时候，就会慢慢的说话。那么这个时候它是一种另外的能量释放方式，叫做缓慢释放。缓慢的话呢，在我们的一个浪女信号里面，它也是有这样子一个反应的，特别是我们的一个签到指标。那么签到指标啊，它里面有一项啊，这个东西我现在不详解，我现在就是不讲得那么清楚啊。它里面有一项就是那个拖，知道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你进来一个 KTV 里面说，哎呀好热呀，大家都脱外套嘛，对不对？脱外套，男人的话脱得很快，直接啪一下脱掉了，旁边一丢，是吧？该干啥干啥去。然后女性的话，他们会慢慢的脱一个外套，脱你妈1分钟，知道吧？他是干啥呢？诱惑人，知不知道？知道吧？表现欲极强，会煽动气氛，知道吧？你们不信看一下，不信去想一下，脱个衣服是吧？脱个外套，脱你妈1分钟2分钟的那样子，很操蛋的，好吧？好，第七个，亲密距离无排斥现象。那么我们人与人互动的时候，它有一个安全距离，有一个陌生距离和有一个亲密距离。那么我们正常的时候，就是我们跟人互动的时候，比如说见了面，对不对？说你好什么的。那么一般是在1.5米左右，或者说1.5米以外，
1.5米以外的话开始沟通，开始交谈，没有人说什么。我们走到眼前了嘛，是吧？你跟我们1米还不到的时候，我再跟你说，哎，hello，或者说嗨，这样子，对吧？那样的话不是很扯淡吗？那么也不是没看到你，是吧？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了。亲密距离无排斥现象。我讲一个那个最简单的例子啊。那么认识一个女生，是吧？明明还不是很熟，见面第2次面，路上认识了，哎。打个招呼，哎，你好，干嘛是吧？他走过来，然后碰一下我领子，说，哎，这边怎么有个毛啊，是吧？碰一下我领子，有个毛，对我笑一下，知道吗？那么我并不相信说，当我还什么都没有做，我还没有什么DHV，也没有开我模式，我还就被我吸引了，怎么可能啊？他就是给我释放假性啊 ，IOI， 给我先拉后推，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走过来动一下你领子，哎，怎么皱了呀，是吧？都碰一下你头发，上面有东西啊，这个太正常不过了，知道吗？太正常不过了，他们会主动进攻你，所以说这个所谓的亲密距离根本就无所谓，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尝试着侵入一个人的亲密距离，看他会不会往后退，那么假如说，我跟你们说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接待也是一样。那么首先的话，你也是脚尖不要对着人家。这个刚才我已经说了，我在第2条的时候说过，我们的脚尖对着别人的话，它是一种潜意识的一个需求感。这个时候可能女人她看不到，她的眼睛看不到，但是她可以感觉到，知道吧？她这个需求感暴露。所以这个时候你在正常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你尝试着入侵她的这样子一个亲密距离，走进1米之内，看她会不会往后退。他如果往后退，你也往后退，这样子的话，重新再回到一个安全距离，这个时候是没有问题的，绝对没有问题。但假如说你往前进一步，他没有退，这个时候就很简单了，非常简单了，直接开浪子模式啊，然后就是去 DHV， 然后说，哎，我是心理咨询师啊，最近我来这边的话是进一个客户，但是我现在找不到，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一下什么地方，可以吗？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给我指一下路，这样子也行，懂吧？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对，你让我让，大家一起浪。你也可以在马路上的时候说，哎，小心有人，然后拉一下他的胳膊，然后把他往里面拉，然后靠近测试。他如果他后退的话，你也后退，这样子。好，第八条，服从性测试。第8条我们直接这样解读啊，服从性测试，经常会用手势让男人过来，而且经常让男人做一些小事情。那么我们的一个大的那个服从是从小服从里面积累起来的，包括我们的大摧毁，让他去这个不能讲，就是让他在抽空理智的时候做一些极端的事情。那么同样也是从一些小小的细节开始积累起的，比如说他迟到了呀，是吧？迟到了5分钟，是吧？你怎么这么不守时啊？我最讨厌等人了，知道吗？我这边的话天这么冷，我这边下雪了，等你20分钟，好吧？我再也不会等你了，我再也不会等任何人了，知道吧？从小的做起，好吧？电话又不接又不带，是吧？你不知道我多担心你吗？懂不懂？从小的做起，他们这个也是一样子。那么这个的话，他们并不会说我要什么，最简单的，哎，帮我拿杯水好吗？最简单的，你有纸巾吗？从小的做起，这个时候，或者说你帮我关一下门好吗？它是最小的一个陷阱，但这个陷阱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最难以识别的。对，我们的声控也是一样，但声控的话是我们男人用的，是更多的是我们在跟目标互动的时候，发现他气场很弱的时候，可以直接开启声控指令，让他就是过来近一点，然后怎么。这个声控指令的话，以后会有一个惯例，还有一个小的魔术给大家讲，加了，这个不急。好，第九条，谈到性话题会很兴奋，虽然有时候显得很不自然。那么兴奋和不高兴，它是两码事，知道吧？他哪怕嘴上说着，哎，你们说什么呀？真是不知道有女生在吗？是吧？你不要在公众场合说好不好？但这个时候其实根本没有生气，知道吧？他根本就没有生气，他巴不得你多说一点，好吧？他恨不得自己那个加入里面说，但是他那不能，不行，因为他毕竟要装一下嘛，所以这个时候啊就要注意了，知道吧？
再注意了。那么其实很多女孩子的话，她如果真的是接受不了的话，她会用一些肢体语言，或者用肢体语言去表达这样的一个不满，比如说会背对你们，或者说怎么样。那么这个才是一个我们正常的反应。他假如说出来，你们不要这样子好吧？这个时候他其实他是无所谓的，你知道吗？他这个时候他自己是无所谓的，好吧？对，冰说的很好。假如他真的是皱眉头背对着你，同时是用很厌恶的表情，那么这个时候他反而真的是很不高兴。但假如他就是说出来说，哎，你们不要这样聊天好吧？有女孩子在这边的话，那么这个的话，他其实不是很在乎的，知道吧？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我还碰过一个最给力的事情啊，当时是说也是算是一个浪女嘛，当时是在学校的时候吧，然后她是跳舞的时候，然后后台嘛，她跟几个人聊天，然后就说到什么也是性方面的话题吧，说性方面的话题，然后她就说，哎呀，好多时候啊，因为人不是很多嘛，然后还比较隐私，在场的话也是有几个男的。然后说什么他好多时候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拒绝呀，说他们自己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去配合，但是说因为人家喜欢嘛，因为男朋友喜欢嘛，所以他就只能是配合他呀，然后说特别可怜的样子，那搞得在座好几个男人特别心疼他，还真心傻了吧唧的去要跟他怎么样，或者说会怎么样对他。好。所以这个的话，我说这么多，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相信你听到的，去相信你自己看到的，好吧？相信自己，不要相信别人说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那个互动过程中，我们的一个视觉永远是占据主导性地位的。那么这个之前的话，我是跟那个谁讲过的，跟那个开过一个小灶，跟你们讲过，视觉永远是占着我们一个主导性地位。所以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个是有道理的，知道吧？这个是有道理的。好，我们的数字化分析系统，我们的0至3条，它视为一个指标的误读，这是什么意思的？也就是说，假如说一个女性啊，她可能是同时占据了1、2、3条，是吧？女性社交认可低，男性社交认可越高，是吧？同时双者占知，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无意识分开双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判定它是一个浪女呢？不行，因为凡事都有例外。都有意外，知道吧？所以说，当他确实小于3条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我们看错了，或者他性格就是那样子。比如说他从小生活的环境，他确实是从小跟男生在一起长大的，确实没有接触过女性，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女性接触。那么这个的话，我也碰过这种情况，他的性格也是比较男孩子那种，他确实跟男孩子接触的很好，跟女生的话，他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嘛，对不对？跟他们接触的不是很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一个 C 女，知道吧？她是个 C 女，这个情况我碰到过。但是，只要她超过3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去判定了，开始去认真的去思考了，她到底是不是一个浪女？这个时候就不要相信她所说的一切了，好吧？那么4到5条要引起注意，拉响警报了。拉响警报后，添加一个非正面测试，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个4到5条啊，它其实是一个过渡的，知道吧？它是个过渡的，因为它既可能是性格方面的问题，也有可能它确实是一个浪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沟通状况，我们的网络聊天或者短信聊天这个情况，很多时候啊，那么我就远的不说，我就拿咱们联盟自己兄弟啊，是吧？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们在当时你们做作业的时候，不是一天要达好的目标，对不对？不是一天要达好的目标吗？比如说你们当时玩巧遇卡的时候，是吧？那么很可能你们一个人同时开了 N 个窗口，然后这个说一句话，把这个话复制粘贴以后发到那个人过去，然后这个人回应了以后，你回复一个呵呵，那个人回复一个哈哈，这个人回复个嘿嘿，知不知道？这是个意思。因为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抓住1、2个主要目标，
就把它带到陷阱里面去。但是别的话是干啥的呢？是咱们的一个大基数下的一个小概率，知道吧？所以说，当一个男人啊，当我们在跟目标互动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那么网大的话是会经常碰到这个情况的。然后比如说什么世纪佳缘啊，那个还好，那个是信嘛，是吧？然后别的话是比如说什么乔伊卡呀，是吧？或者说微信啊之类的，或者陌陌也是有这种情况的。也就是说，当目标他同时跟很多很多男人互动的时候，可能每个人他都会回一句哦这样子啊，接下来呢，然后呢，还有吗？哦，这么厉害，这么一系列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有营养，说的跟没说一样，但是你们的话题就是可以这样继续进行下去，知道吧？他这个的话其实没有给你任何指示，没有任何指示，那么这个意思就非常明确了，就非常明确，他不想少你这个备胎，知道吧？他不希望让你这个资源死掉，但是但是他现在的话又没有时间理你，他确实没有时间理你，知道吧？所以他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出现。等你们以后目标多了以后啊，你们也会有这个情况。你们的女性目标多了以后，你们有时候这个是吧？同时跟3、4个目标聊天，你根本理不过来，然后跟这个说，哎，我去洗澡了，是吧？然后把 QQ 上设置一个离开，然后继续跟另外一个人聊天，这是很正常的，好，68条，视为浪女。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我们的一个理性思维的一个模式，我们的纯数字化游戏。等到他68条以后，不管他怎么样，我们都不要，不管他怎么说，我们都不要信，好吧？我们都不要信。不管他身边的人怎么说，我们也不要信。特别是他身边的男人啊，他身边的男人说什么那种话，更不能信，完全是没有意义的。然后8到10条的话，就是极品浪女。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走明南的话，然后你配上咱们这个数字化分析系统，你直接 A1 了以后，可以直接，然后 A2，然后就进模了吧，然后就 TD 邀请了吧，都不用什么 A3、C1、C2、C3、S1、S2，根本不需要，非那事干啥呢？对不对？那么我给大家讲个例子，我2年前碰到过一个女生，她是我碰到过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10项指标，包括我们的那个正面测试全满的一个浪女，10项指标加上那个测试全满。然后当时我不知道是吧？我没有学武功，然后我以为她是一个很纯的女生，她穿的衣服，日常装扮是一套纯白的衣服，知道吧？穿的是白干净净的，是吧？然后然后就是非常纯洁，知道吧？非常纯洁。然后衣服也是白色的，裤子也是白色的，鞋子也是白色的，然后也没有涂指甲，指甲剪得很干净。然后就是那样子一个女生，知道吧？ S 级浪女。当时我没有那个浪女信号，知道吧？但是她呢就满足这一切的那个指标。女性需要认可极低还不是低啊，他们其实4个人看另外3个人在一起，这特别不待见他，知道吧？男性是要认可极高，知道吗？在当时他是学生会吧，是吧？这样子，然后就整个部门那么都追他，知道吧？整个部门都追他，整个学生会都追他。还有双脚的站姿或者坐姿，他不仅是无意识的分开双腿啊，分开了以后到处晃，知道吧？分开了以后到处转，然后主动进入不同男性，就是把手搭在我肩膀上，然后就是同时去碰别的男人，这样的表情自然很丰富的。然后别的就不说了，就是这样子一个女生。但是当你第一步没有做好，也就是说当你那个六芒星和综合价值评估没有做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很容易乱，知道吧？你很容易被自己这样子一个第一印象所影响。这个时候你是分析不清楚的。当你第一步就乱了以后，那么你之后只会越来越乱。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六芒星。首先你要知道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假如木头喜欢长腿细腰的，那么你要知道长腿细腰的人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了，且不说几亿吧，几万总会有吧，对不对？就算你的一个省的话，也会有几万呢，
长者细腰，对不对？所以说你的真命绝对不是真命，好吧？绝对不是真命。它一共就6个指标，或者说我们就是 R 和 X 2个分类。满足力 R 价值的话有几万个人，那满足力 X 价值的话，它也是有几万个人，他们乘起来的话，好歹也有几百上千个人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真命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要知道，它绝对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是有很多的，好吧？是有很多的。所以你不要在第一步的时候就是把自己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那样是不行的。好，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理性思维和我们的数字化分析的一个原因。包括这个系统啊，这个系统的话，目前我们仍然是以文本的形式在流传，但这个的话，我其实已经在跟一些兄弟商量了，我们在想着要不要把它弄成一个软件的形式。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进来嘛，从一开始碰到目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标，然后你在每一个指标上面去打勾，我们根据我们一个标准的一个算法得出目标它是一个什么分类，然后再看你们互动的时候有哪些新的指标，包括我们新的指标这个工作我们一直收集了几十上百条了，最后根据那个进度和层次也是分析了大概最少有60条指标，那么这个都是可以以后去实施的，都是可以实施的，这个先不讲了，这上课在。好，刚才的话是讲了一个 A 级女，她这样子一个最日常的这样子一个状态。接下来是 B 级女，我们要知道 C 和 D 它是有区别的，但是 A 和同时的话 A 和 B 它也是有区别的。虽然说同样是浪子模式，但是 A 级女的话呢，她可能是说 A 级女是吧？假如看到你的话，你价值不够高，那屌都不屌你，知道吧？她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 A 级女的资源它更多 ，A 级女身边的男人更多，知道吗？所以说，假如说你价值不够高的话，他就不会对你怎么样，可能鸟都不鸟你，跟女神一样高高在上，知道吧？你只有价值很高了以后，他才会跟你浪，才会跟你玩，知道吧？所以这个门槛很重要。那么 B 级女呢就不一样了，它就不一样了。那么 A 级女和 B 级女她们的一个区别是在哪个地方呢？资源不一样。那么 A 级女的话，她资源很多，身边男人很多，同时见过很多男人，但 B 级女不一样，她见过男人比较少，或者说目前手上的资源比较少。那我们都知道嘛，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是吧？当你手上有东西的时候，有准备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慌，不在意，大不了没有呗，反正我也不在乎，我也不欠，我也不缺。但是毕竟你不一样，他手中没有粮食，他心里的话是不踏实的，知道吧？他又希望能够控制别人，但是身边能控制的目标太少了，所以他才会怎么样呢？他才会气场很弱，那么对每个男人都会比较友善。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跟你沟通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哎，这个女生性格还不错啊，是吧？然后好像挺善良的，是吧？好像挺怎么样，挺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只要他资源多了起来，只要一个圈子里面以他为中心，那么他很可能会非常快的变成一个 A 女，而这个时候他的气场会开始变强。那么他气场一变强，那么他的第6个指标会主动带领话题，活跃气氛，这个就很可能会出现，同时很可能会马上出现第8个指标，然后用手势让别人做一些事情。他在静默的时候，这样事情可能会比较少，气场比较弱嘛，是不是？因为心虚嘛。但是他手中资源多了以后，他就根本就不在意了。当你越自然的时候，你就越无所谓，就像咱们板妹一样。当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吧？对我们的目标很有需求感，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觉得很多事情做得不顺，那是因为你的意识和潜意识出现矛盾。当你越来越多 TD， 越来越多接触以后，你就越来越了解女人。当你越了解女人，你就越对她们没有意思，就越不感兴趣。同时你越不感兴趣的话，你就越能搞定她们，然后你就更加的不感兴趣了，然后你就能搞定更多，懂吧？它是一个循环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可以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子一回事？
当你这个钱的话也是一样的，当你钱越来越多以后，你越不感兴趣。当你越不感兴趣以后，你随便干啥你都能赚到钱。我们的把妹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好吧？一开始的话你搞不定，你是很难搞定的。然后当你习惯了以后，多了以后啊，对，在讲浪女信号，浪女信号。当你多了以后，你就无所谓了。你越无所谓，你越能搞定；越能搞定，越无所谓。这是一个循环。好，然后所以说我们的 B 级女，看见它是一个浪女信号大于3条，小于6条。同时，这个浪女信号它大于3条，它是最容易大于在哪3条上面呢？它最容易大于在第5条，它非常容易大于，它非常容易出现在第5条。那么同时，它有可能会出现在第7条，而且会出现在第9条和第8条，它都是有可能的。那么第1条呢，女性社交认可低，它这个的话，反而有时候的话会不容易出现，因为当她寂寞的时候，她身边的男性朋友不多，那么她很可能还是会回到她的一个女性社交圈里面去，跟她的一些闺蜜们去玩。所以这个时候，她的女性社交认可看似好像好了起来，但是放心，她这个本质是改不了的。只要她一有资源，她会马上摄取这个同性社交圈，然后转到异性社交圈里面去，知道吧？好，那么我们的 A 和 B 啊 ，A 和 B 这两个的话，我们统一的话是用我们的浪子模式，因为我懂你嘛，对不对？你不就是要玩嘛，是不是？懂你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嘛，浪在浪，一起你直接开浪子模式，跟他们就互动，事半功倍。接下来讲的是大学里面的话，出现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的，就是我们的 C 级女和 D 级女。那么其中呢，其实 C 级女的话，它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大学里面。但 D 级女的话，现在已经是不是特别多了。那么我到目前为止的话，我是只碰到过一个 D 级女，只碰到过一个 D 级女，就是说无论如何都不贴地，因为确实家教特别好，把很多事情的话都是讲得特别清楚，然后不管做什么话都是会有底线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在大学里面，假如说这个 C 级女和 D 级女碰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去把他们去拿下呢？或者说怎么样去用我们的5步陷阱去实施这个目标？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是另外一个模式啊，一个帝王模式。我们说了 ，C 级女她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好女孩。当然这句话后面那句话我不是很赞同啊，那可能才谈过1次，这个我赞同，或是第二句话是或者是仅几次用真情，因为我个人理解这个真情的话，它是一个消耗品，当你用的越多，到了后来以后，你就会剩下的会越少。虽然说偶尔你会被一些东西所感动，或者说被一些影响，那么会再生一些，但是它的总量仍然是处于一个减少的这样子一个趋势的。所以这个 C 女的话，它是有一个年龄的一个限制，在20岁以下，它可能 C 女会比较多。然后20岁以上以后，毕竟是无论如何在大学里面接触事情多了以后，就是说异性多了以后，那么 C 女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少，这个是很正常的。那么 C 女的话，我们也是 C 女和 D 女啊，就是用我们的帝王模式，同样我们的帝王模式。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不需要用信号作为识别了。我们浪女信号的话，它是分辨 A、B 女的，但是假如说一个目标，它既不属于 A 女，也不属于 B 女，它就是属于 C 女嘛，就是 C 女嘛，或者 D 女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启我们的帝王模式，你骨子里面有帝王的血，你要打造帝国，然后保护自己的家人，保护自己爱的人，给他们一个爱的港湾，给他们一个避风港之类的，这样才给他们安全感，好吧？帝王模式。帝王模式的话，也是以后3大模式的时候，就下一节课会详细讲解的。天哪，这个时间不是很多了，我讲快点好吧。这个是死囚他给大家写的他的自己的一个算是一个文章版，写的非常好。然后颜色也是黄色的，好吧，黄色的文章。然后我就不读了，好吧，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一句话特别好，知道吧？在说的那个地方，浪女无心，但浪女也无脑，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分清楚换女和女玩家。浪女的话，她更多的是会习惯用自己一个身体去换取男人，或者说更希望是说跟男人会有这样子一个肢体接触。就像 M3 一样，以 TD 为目的，就是说会想主要是去 TD。那么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女玩家，也就是咱们玩陷阱的这一批人，咱们这些人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算是玩家吧，知道吧？这句话是玩家看似比浪女更加可恶，但是玩家有心。因为这个时候，他其实我们这个 TD 的话，就个人觉得吧，我觉得 TD 的话，其实 TD 多了以后也会无所谓，或者说他不会作为一个主要的目的。但是感情不一样，知道吧？所以说浪女的话，她玩的是你的身体，偶尔会榨取点东西。但假如说你碰到一个女玩家，你被她玩了以后，那么你的这个心肯定是伤痕累累的，肯定是被摧毁以后伤痕累累的。那么联盟上也是之前有很多兄弟，他们都会，有人都经过这一遭啊，也是之前不太懂，碰到一个浪女，以为是好女孩，然后就被摧毁了，对吧？很正常。但是这也是好事。好，不要叹气，好吧。浪女无心，但浪女也无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她并不在意你喜不喜欢她，知道吧？她不在意你喜不喜欢她，她只是在意说她能不能跟你发生一点关系，或者说你的高价值男人能不能跟你一起度过一些事情，是这样子一回事。但是女玩家就不一样了，他们会更喜欢去玩你，好吧？去玩你。就像咱们玩游戏，有人的话，他目的是说我要赢这个游戏，但有人就不一样，他目的是要玩这个游戏，他要玩你们的一些人，他就是可以弄死人家，但他不弄死人家，放人家一条生路，然后再去从后面追上去，再慢慢弄的，就是让人家的摧毁人家的心智，好吧？这样子一回事。好，第一部分讲完了，讲第二部分，新手的1号坑，辅助拐杖，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数字化分析系统。第二个，兴趣指标。那么这个兴趣指标呢，它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导航系统。在我们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话，我们是会有很严格的步骤的。那比如说我们在跟人互动的时候啊，在1号坑，然后我们该怎么样判断现在到了2号坑了呢？或者说我们该怎么样去判断现在能不能到2号坑呢？就是借助两个东西，一个是1号坑独有的一个坑底声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兴趣指标，知道吧？这是我们的兴趣指标。我们的1号坑再到2号坑的话，我们的兴趣指标是3点兴趣指标加上一个坑底声音，你可以从1号坑再到2号坑了，可以开启2号坑，可以开启我们的一个探索陷阱。2号坑到3号坑的话，就是说你现在是需要6个兴趣指标加上6点心疼指数，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启展开陷阱，可以开始暗示人家表白了，可以暗示目标向你表白了。所以说这个导航系统一定是要牢牢把握好的。假如说你兴趣指标到了，声音没到的话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你颠覆不了。假如说你声音到了后，你兴趣指标没有到呢，人家不喜欢你3号坑到不了，你的那个暗示表白不能成功，知道吧？所以说是一环扣一环的。好，首先说一下，分析一下，知其人，知其所以然。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兴趣指标？同时，它这个兴趣指标它会有哪些形式表现出来？它无非就是这5点，知道吧？无非就是这5点。第一个，引起你的注意。第二个，了解你，然后获得你的好感，在一起更加的深入，它是环环相扣，然后越来越深入的。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好，这个我不想讲了，时间不多了，我直接讲下面的吧。一个特殊定位。那么这个定位啊，它不是说我们的一个空间上，也不是说一个时间上，它是说一个身份上的。那么很多时候呢，我发现当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或者说同样是这样子一个女人，她对这个社交圈里面的话，所有人都是这样，但是对你的话是另外一个样子。
不管是好还是坏，那么这个的话，他是说你这个的话已经有与众不同了，那么这个时候在我们现实里面的话，哪怕是一开始对你是一个比较坏的影响，其实也不太要紧，因为咱们可以颠覆过来。咱们颠覆过来以后，你前期不管做多坏的话，一颠覆过来，就是目标会认死人这个状态吧。就是说，你一开始的话，别人说的是一个坏男人，一个很坏的男人，颠覆过了，目标会认死你是一个好男人。到了最后，你不管是做出多坏的事情，哪怕是你要下地狱千刀万剐的事情，他还觉得你骨子里面其实还是一个好人，他会觉得你骨子里面还是一个好人，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用处了。好吧，这就是到了5号坑之后，它一个状态，特殊定位，空间接近，然后空间接近的话，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同时还有一个时间接近，知道吧？就是它会在跟你一个同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会做一些事情。那么这个的话，可能会更加的出现于在一个网络上，比如说我跟他说，我最近的话，我工作比较忙啊，我一般的话是晚上8点半以后才会上网。8点半以后再上网，白天的话可能上网时间比较少，知道吧？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们可能是，假如说你们的以后互动时间慢慢的往后推到你的那个休息时间的话，那么很可能，这就是一个那个心理指标，就是心理指标。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继续去暗示他，然后淑女姿态，这个不用说吧，这个特别简单了。探索状态，这个也不说，好吧？那么这东西的话，大家课件里面有的东西的话，我都不说，时间不多，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们研究出来的另外的30个心理指标，也是日常干货，你们记一下。东西的话，我就不发出来了。好，木头不要紧啊，后面的东西我们都那个了，干货不发，我给你们讲一下，然后自己记一下好吧，不记的话就没有了，这个课件里面没有的。首先啊，我们在跟人互动的时候，好，我看一下，这里有53个心理指标啊，53个心理指标，我跟你讲一半吧，这个之前神部及其所有的联盟兄弟们，然后花了两天2夜，总结出了一系列的那个心理指标，从我们的一个最开始的陌生阶段，到我们开始交流，到我们尝试进罗，到我们什么之后的一系列的指标都有，好吧？第一个，记着，不记的话就没有了。当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或者说一个还算陌生的人，假如他迎面走过来啊，他的目光比较呆滞，这是很正常的。而且对面他只有你一个人在他的视野范围内，也就是说他的面前能看到的，就是说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你。那么这个时候，假如说他的面部肌肉随步伐有明显的抖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说明什么原因呢？是说明你的高价值，说明他潜意识里面意识到你的高价值给他带来的焦虑，知道吧？好吧？这个时候你上去接待他很容易，知道吗？很容易，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在潜意识里面给你判断了一个高价值的定义，好吧？第二条，总是想找机会和你说话，却不敢靠近。那么这个的话，它会有很多方式表现出来。它这是一种状态，它的形式有很多。比如说，它会在你的周围说话，在你周围，它可能是不跟你，但是是跟别人说话，或者说他说话的话，声音比较大，知道吧？或者说在交流的时候，会不自觉的看一下你，这个是属于一个心理指标，我们一定要捕捉到。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心理指标了，就是我们在陌生阶段，目标的行为开始变得不自然。什么是不自然呢？假如说你接待一个目标，他讨厌你，他会怎么样表示？他会很迅速的反映出一个厌恶的状态，比如说皱眉、瘪嘴，或者说会试图往后退，
会把整个身体开始封闭起来，比如说双手环抱啊这样子的，会封闭起来，知道吧？那么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这种动作。那么不自然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的手不知道往哪儿放，脚不知道往哪儿放，眼睛不知道看什么地方，知道吧？那手不知道放哪儿是吧？玩下自己的扣子，玩下自己的头发，碰下自己的耳朵是吧？碰下自己的鼻子，他这个时候他不知道干啥，知道吧？他听到你说话，他其实也没听见说啥。这个时候你说什么都不要紧，你说什么都不要紧，因为他根本就不记得。但是你说话的时候，你要笑着说，知道吧？你要笑着跟他说，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了，就没有问题了。你跟他讲了好久，他可能会说：“哎，你刚说什么？我不记得，是吧？”但是他很开心，他一直在笑，好吧？这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指标。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在坐着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坐在一起啊，是吧？坐在一个会议室吧，或者说类似这样一些地方，然后你可以跟他简单聊天以后，是吧？可以观察他这样子一个坐姿。假如说他的下半身，或者假如他的这样子一个身体，他有一点点从一开始的话根本没有面对你，到对你有一点点趋向，有这样一个趋向，那么这是一个心理指标，这个可以利用。好吧，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跟刚开始说的那个肢体语言，它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话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或者说会不自觉的将自己的身体朝向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在潜意识状态下他自己会去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意识到以后可能会改变，可能会把它憋过来，但是我们在刚开始发生那一瞬间。就像有个电影是吧，叫 Lie to Me 啊 ，Lie to Me 里面的话讲了很多微表情，讲了很多肢体语言。但那个电影我没有看完，我自己是看书的，然后看了一些生物方面的一些那个书籍，进化那个心理学和那个生物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第五个的话，这个东西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呀，主动要联系方式，而且是交换联系方式。这个我以前也试过。我以前有一次接单的时候，然后聊着很嗨，然后我就故意没有要号，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知道吧？然后时间不早了，你要不就有机会再见吧，之后再聊吧，是吧？然后我就准备转身走，然后他就找我要号码了。然后他就找我要号码了，然后接下来就非常顺利了，因为是他找我要的号码，他对我表示了这样子一个需求感，虽然是我暗示了他，虽然是我拿出手机暗示了他一下，然后这个暗示的话也是很大一个内容啊，不讲好吧。第六条，拿手机算是一个心毛植入。心毛植入有兴趣的话可以聊一下，可以去一起研究一下。好，第六条，目标在公共场合里面和你的目光对视2次或者2次以上，这个也非常明显，这个时候你已经吸引到对方的注意力了。这个时候你已经吸引到对方的注意了，这个时候你再上去跟他聊天什么都根本就没有问题，好吧？因为我们的眼睛对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指标，或者说我们的很多时候啊，我们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跟自己恋人在一起，你甚至都不用说话，看着他眼睛就知道他想说什么，知道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吧？那我肯定是没有的，好吧？我肯定是没有的，我还没有这种默契啊。但是用眼神接触造成这样子一个吸引，它是有这个根据的，也是从我们的进化心理学上面也是有这样的根据的，好吧？这个自己记住啊。第六条，在公共场合里面跟你目光接触2次或者2次以上，表明是已经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了。好，接下来是我们的交流阶段，也就是说，在度过一个陌生阶段之后，在度过陌生阶段之后，对这个打篮球的时候这一个眼神啊，是吧？这也是你们通过长期的这样子一个互动了之后，好吧，太监啊，求太监好吧，求太监行。
所以说，我们这一系列的心理指标，我再讲一下这个是怎么一回事，该怎么去理解，该怎么理解。其实我们肢体语言的话有两种，一种是开放形式和一种是封闭形式，知道吗？开放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整个身心为你敞开，他的身心为你敞开，好吧？身心为你敞开。所以这个时候你搭的话是很简单的，它没有太多的 ASD。假如说它是一个封闭状态的话，就是比如说双手环抱的话，或者说那种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防御姿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啊，那就是说明你对它造成了威胁，好吧？就是这是最简单的那个两个那个。所以说咱们的一个互动啊，它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所以它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数字系统啊，是一步一步过来的，好吧？一步一步去探索的。今天这样子，今天的内容说实话我讲多了，好吧？讲多了。然后我看死球也在麦上了，死球让死球讲一下吧，我就不讲了，好吧？我去喝点水了。因为今天已经脱离主题了，都讲多了。能听到我讲话吗？因为是这样，这个课程已经是超出我们是规定的课程内容了，好吧？已经开始放神父顾的干货了，所以说求太监。那这节课你们应该是明确这节课的一个用意。明确这节课的一个用意，为什么要讲这样一节课？你们要明白。第一，为什么说要讲浪女？为什么说要讲浪女？包括我规定的课程、兴趣指标，也是对你们后期的操控是有帮助的，并不是说是乌七八糟的。就是这节课就讲兴趣指标，然后噼里啪啦讲一些兴趣指标，那么对我们后期的5步陷阱没有意义。我们规定的前期的所有的准备课程，都是让你能更好的在后期开始进行写数，不用管小天啊，他们爱怎么着就不用管他们，咱们学咱们自己的，咱们练咱们自己的，好吧？外界的人让他们废去吧，不用管他们。好，我继续讲一下浪女信号。浪女信号是让你能更明确的明白什么是浪女。浪女其实就在你们身边，浪女非常非常的多。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在学校里面接触浪女少，我告诉你们，到了社会上全是浪女，到了夜店里全是浪女，浪女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最可怕的是很多错都看不到，付出了很长时间，追了好多年，付出了很多年，一直当宝贝一样，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手指是个浪女。对，他们会说你们都不了解他，只有我了解。他还不知道自己手的是个浪女，跟其他男人上过很多次床。昨天刚上床，今天跑回来接着陪他，让他去给他买衣服，也去逛街，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冰冷的数字分析出来这个女人是何种类型，然后立刻开启我们相应的模式。浪女信号这个10条，你们应该没有什么再理解不到的，对吧？医生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死球讲的时候讲的是非常粗犷的，我讲课。我大概的意思点到了，全都让你们自己理解去。我不会像医生这样讲的这么详细，一点一点的举例。所以说你们要没有听明白，你听没有听明白，你现在可以来讲出来，我再给你们解答一遍，好吧？再一个就是说，这节课上一节课你们初步的体验了一下联盟的数字化分析系统，那么这一节课真正的是开始数字化分析系统养成一个习惯带到你们的生活当中去，数字化分析女人一出来一连串的数字就蹦出来了我现在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因为女人走出来噼里啪啦举手投足，啪啪我一连串眼睛前显示的是数字，立刻我不用去想该怎么做，我的身体自己就会知道该怎么做，我的身体自己会知道怎么接近，做出怎样的举动，说出怎样的话。那么再说一下这个兴趣指标其实是一个拐棍联盟整理出来的兴趣指标非常详尽的，但这是一个拐棍。什么拐棍呢？一个是也是在前期有助于你们建立数字化的把妹体系，
再一个是在无故陷阱的1号坑、2号坑前期的时候，你们不懂得情趣事宜，你们还不懂情趣事宜，什么情况下带入1号坑，什么情况下该带出2号坑，什么情况下我们到了什么阶段了，是不是该放入、该放出虚拟未来展开图，什么情况下我们开始准备表白暗示，你们不懂。开始让你们听声音，你们肯定听不出来。即使我把声音听出来了、说出来了，你们的直觉还没有到。所以这其实讲这个数字化的一个兴趣指标只是一个辅助，只是一个辅助，就是说在心理操控当中，你们开始这个拐棍先拄着拐棍，几号坑的时候收集几个兴趣指标。你们大概的判断这个坑内进程。那么到了后期，当你们学懂了，你们明确的能够听懂了声音，现在我们的心理高手全部是料兴趣指标，全部是听声音。你们出现一句话，我靠，声音出来了，该往几号坑了，很明确这个游戏的流程。但你们现在不能够把控，所以说前期尤其是很多学 M3 的，对吧？过渡到我们的心灵技术来，我们给你常年这样拐棍，我希望你们在前期的时候熟练的运用。这个捞你信号你们多看一看，我这次课件写的很详细，包括我的相关文章，好吧，让你们对女玩家和浪女有一个根本的认识，好吧。再说一下那个辅助的拐杖，对吧？数字化分析系统的兴趣指标，兴趣指标的成因，其实所有的兴趣指标成因都是这种误入成因。第一个想要引起你的注意，第二个想要了解你，第三想要获得你好感，第四想多和你在一起，第五想和你更深的互动。你看底下所有的我列出的兴趣指标，各种的分类，那么都是这样子。你包括隐秘跟随经常出现 QQ 空间呀，包括 QQ 群里说话蹦出来呀，包括是那个高阶禁挪这些，还有隐秘房间，这些很多是我们平时会忽略到的。尤其在中国国内国情里，这是很大的兴趣指标。那个隐秘跟随来说，经常出现你 QQ 空间名单里，说明干嘛？说明他想跟你更深的互动，他想关注你，对不对？想要了解你。当时一个女人，我们在玩一次游戏的时候一个女人跟我讲了一句话，说怎样看出，那个女孩子对某某有意思，我说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因为我这有完整的一个兴趣指标的评判标准，我不可能告诉那个女人，我说兴趣指标，我这边的兴趣指标，看到那个女孩对我旁边那个兄弟的兴趣指标已经到了4，我不可能这样讲，对吧？我就说我也能看出来，我说你是怎么看出来的？然后那个女孩说，刚才你有注意她在问那个男人的问题，说一个女人真正说想要男人的话，就是想要去了解他。这句话我记住了，我回去以后把我整理过的兴趣指标一看一对应，确实是有这样一条，也是成因之一，想要了解，想要引起注意。比如说空间接近呢，这条就是想要引起你的注意，对吧？空间接近，这是我们在很早的时候都提出来的一条兴趣指标。我们那时候还不叫兴趣指标。那当时接触名单方法之后，我发现名单方法里这个是一样的。在名单方法里叫做逼近，所以我发现和我们的这个列举出来是一模一样。就是逼近，名单方法叫逼近。在我们觉得联盟里觉得空间激进其实更详细的，其实更确切，对吧？所以一直是有引用之机。你们看看名单方法里其实就是逼近，空间激进其实就是逼近，逼近是一个道理。空间上一个激进，好吧？但是空间激进和逼近又不太一样。逼近的话，空间上这边，比如说空间激进，那一次我有一个僚机也是通过这个以后说。看了一张照片，就说，这个男人是不是喜欢你？然后女人说你怎么知道的？那个僚机又说你看在照片上，他和你照相的时候，两个女孩，她呢就是靠近你，这样的话就是距离稍微大一点，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空间接近。那个女孩说没错，她确实在追我，这是空间接近。为什么呢？想要引起你的注意，对吧？这些东西你们不是说每一条，包括浪女信号，你们不是说每一条记在脑子里就 OK 了，你们叫完整的浪女信号和兴趣指标，我要求你们完整的要深入去挖掘他们每条后面的含义。是要条件反射，我要你们哪怕你们忘掉忘得干干净净都没关系，
你们要挖掘每条的形成的原因，每条后面的含义。当你们吃透了这些以后，吃透了这两本书，一本让你信号，一本情绪指标之后，你们对女人会觉得像扒光衣服在你面前一样，你对女人会有一个质的认识，你们对女人会有一个新的了解。对，没错，对，没错。那然后好了，兴趣指标比较简单，对吧？主要是让女信号。让女信号这个提出之后是这个首次提出的。你们有没有底下这个10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再简单的给你解答一下。医生讲的非常详细，听课听得非常好，讲课讲得也非常好。但是这个让女信号这个，当时我一直觉得这节课应该是我来讲。最后让别的情况，但情况今天没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因为让女信号这个确实还是要有一定经验的。这么多年以后，我对包括浪女的认识已经是非常非常门清了，好吧？所以说你们有对浪女信号这边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哪一条有问题提出来，我可以再完整的给你解答一下。白马踢掉，问题吗？都听得很。你们我想问一下，你们底下可以打那个公屏打字，好吧？不要开麦太吵了，我这边也很卡。社交场所主动 K 诺不同男性，与此同时也会 K 诺女性的算码，这是什么意思啊？社交场所会 K 诺不同男性，这是浪女信号之一。你只要发现这一条的话，可以是个浪女信号之一。因为在社交场合的时候，这个浪女，我告诉你们，有时候碰你一下肩，有时候拍你一下，有时候还会经常，你会发现很多浪女会经常抓男人的手，走吧，一起玩。你以为她是无意识的吗？是她是无意识的吗？我告诉你们，大部分的浪女不会主动 K 诺女人。看一看，你仔细观察一下。如果他 K 诺女人也 K 诺男人，那也算，好吧？我不管这些，只要 K 诺男人就算，主动 K 诺男人。这挂一下，那碰一下，你以为他们是无意识？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你们太小瞧浪女了。他们是多年来以后形成的这一套自己东西，他们不懂得 K 诺的原因，也不可能 K 诺理由，但他很明白，这样主动去接触男人，能让男人心里产生波动。他们很清楚这个原理他们很清楚，所以形成一种习惯，经常会勾肩搭背把手搭在男人背上说是我们哥们怎么样，你少听他那一套少听一套扯淡，好吧？10社交场所会频繁回避电话或回短信且情绪亢奋，为什么呢？比如说你参加一个派对场合，好吧？比如说我们一起唱歌，一起参加派对一个主题派对，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女孩子经常在那里大家在接电话，她也是经常是很嗨，玩得很嗨，她动不动隔2分钟就低头看一下电话，玩一下手机，回个短信，而且情绪亢奋，有时候打个电话跑出去，稍等一下，我出去接个电话，过一会儿回来，我操，出去接个电话，情绪很开心，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呢？说明他的社交圈非常复杂。男性社交圈非常复杂，一般有这种频繁互动的话，我告诉你，不会是因为他女性朋友很多但是这个有一个评判标准你也不能仅仅因为这一条就说我操这是个浪女，有可能也是因为他业务繁忙，对吧？他就是喜欢对人笑，所以说兴趣指标一定要参考我们的评判标准，3条以下视为误读，但如果说是达到了评判标准，你别听他怎么辩解，他妈就是个浪女这是血淋淋的经验，而且在联盟的这么多年的兄弟，这么多兄弟无数次试验后都证明了浪女信号确实是一个利器，确实是一个评判的利器100%的精确准度，好吧？那个是婢女寂寞女人。我告诉你，寂寞女人，你们不要以为寂寞女人就是很低分的寂寞女人有的分数也非常高。我曾经跟一个已婚少妇长得很漂亮的已婚少妇，当时也有过一段关系，她就是个典型的一个寂寞女人，但是她的分数其实非常非常的高。但她老公也把她关在家里面，她整天接触不到男人，而且她跟她老公关系非常不好，她非常寂寞。是个典型的寂寞女人，很会疼人绝对不是浪女，但是分数很高你们不要以为寂寞女人的话就分数很低，这个跟高分数是没有关系挂钩的。
这个女人差点害我死的，差点害我死条命。也是从这个女人之后，我开始潜心研究虚拟身份和衰微技术。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讲一下今天的作业，好吧？我讲一下今天的作业。网络交流。